你永远都想不到人贩子会以哪种方式拐卖你。迷迷糊糊中，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我烦躁地接起电话，喂，不想那头却传来一个蛮横的女声，你是谁呀？我愣了2秒，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怎么问我是谁？是你捡到了我的手机吗？女人突兀的一句问话，让我又懵了2秒，看了2眼自己的手机，反问道，什么你的手机？这是我自己的手机。怎么可能？我打的是我的手机号码。女人的声音变得尖锐，不是，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不可能的，这是我的手机，你是不是捡到我的手机了？但是却不想给我。听到这里，我气愤地挂断电话。本来今天周5，明天周6不用上班，能睡一个美觉来着。结果这个陌生女人的电话把我的睡意都给整没了。我缩回被子里，刚想继续睡觉，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喂，你为什么挂我电话？你要是捡到我的手机不给我，我就报警了。我眉头一皱，这人神经病吧？报，就让警察叔叔调查看看到底手机是谁的。我毫不客气地回对。听我这么说，对方忽然软下了声音，小姑娘，这手机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每天我们都会打电话，他要是联系不上我，一定会着急的。你行行好，就把手机还给我吧。我再说最后一遍，这就是我的手机，我还要休息，你不要再打来了。说完，也不等女人啥反应，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拉黑了号码。第二天，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准备出去吃个饭，买点东西。刚出电梯，就瞧见1楼保安室里的李保安冲我打招呼，这是出去吃饭？出去买点东西。保安李福来是上个月初才来到我们小区的，为人特别热情，每次见我都打招呼，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起来。今儿天气有点阴，我看天气预报说要下雨，带伞了吗？李保安热心肠地问。是吗？那我上楼拿去。我刚要往回走，李保安走出来，递给我一把伞。还上啥楼啊？我这里有，你先用，回来还我就行。我有些不好意思，没事儿，拿去用。李保安把伞塞进我手里，藏蓝色的伞托上居然还贴着一张闪亮亮的奥特曼贴纸。那好吧，谢谢李哥。溜达一圈回来，刚进楼道大门，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我没多想，边往旁边的保安室走边接起电话，喂，你是谁？这话怎么这么耳熟？我愣了2秒，忽然想起，昨天晚上那个神经病一上来不也是这一句吗？你找谁？不是我妈呢？她的电话怎么会在你手上？什么你妈的手机？这是我的手机，这是我给我妈办的号码，是她丢了，被你捡到了吗？男人明显变得焦躁起来，不是，这就是我的手机。我说完，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这都什么人啊？我嘟囔一句，发现李保安正从保安室的窗口里疑惑地看向我。我走过去，把伞从窗口里递过去。李哥，谢谢你的伞。这有啥好谢的？刚才咋啦？听你打电话好像挺生气的。可不生气嘛，从昨天晚上开始，一个两个都说我的手机号码是别人的，我都用了5、6年了，真是见了鬼了。谁成想李保安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头皮一紧，整个身子凉了透彻。哟，这是不是就是网上说的那种新型诈骗？对呀，我看视频里都是这么说的。先是频繁的电话骚扰，让你不厌其烦，然后为了避免骚扰，你就会选择关机，而对方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打电话给你家里人，以你重伤住院为由跟你家里人要钱。李保安这话就像是一盆冷水，将我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彻。刚才挂掉电话的那一瞬，我还在想，今天晚上要是再被打扰，就只能关机了。想到这里，我是又惶恐又感激李哥，今天可得亏你提醒我，不然我可能真就着了他们的道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呀，这算啥？李保安憨憨地笑出声。回到家，我第一时间给父母及关系要好的几个朋友打去电话，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让他们注意，要是有人以我受伤或者其他理由跟他们要钱，千万不要相信。晚上8点多，手机铃声再度响起，我扫了眼屏幕上陌生的电话号码，直接拉黑了。没过一会儿，又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我又直接拉黑。可不成想，对方就像是要跟我杠上一样，我拉黑一个号码，他就换另一个号码打过来，就这样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他已经换了6、7个电话号码了。我再度给爸妈和几个好朋友强调了一下下午说的事情，然后直接把手机关机了。第二天，等我起床开机后，发现一共20多个未接来电，除了一些不认识的号码，再就是爸妈和朋友的。喂，妈，怎么了？我给老妈回去电话，哎呦，昨天晚上还真有一个陌生男人打电话到你爸手机上。老妈的语气急促，说了什么？我着急地问道。说的老吓人了，说你遇到了重大车祸，现在人就在医院的手术室外，他们是医院的人，让我们打钱才能给你手术。擦，居然还真跟李保安说的一模一样，你们没上当吧？他们张口就要10万，我和你爸6神无主，给你打电话你也关机。但想到你之前说的，怕对方是骗子，就一直扛着没打，一宿都没睡。听老妈这么说，我既庆幸又难受。我没事，你和我爸赶紧补一觉吧，以后再有人打电话，你们也不要相信，好好。你一个人在外也要照顾好自己呀，放心，不用担心我。挂断老妈电话，我又给朋友回了过去，一种幸免于难的感觉让我拎起昨天买的水果，直接下楼给李保安送了过去。不过不巧的是，
到保安室时，李保安正和一个穿着黑色外套、戴着棕色鸭舌帽的男人说话。我敲门时，男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只一瞬就立马转回头，还顺带压了压帽檐。哈，这是啥大人物吗？像是怕被认出来一样。我好笑的心想，正欲仔细打量，李保安走过来，好巧不巧的正好挡住了我看过去的视线。妹子，咋啦？没什么事，就是昨天买多了水果，想着给你送点。我收回视线，把手里拎着的水果袋往李保安面前送了送。哎呀，那我哪能要啊？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买多了，你就收下吧。真不能要，我们有规。李保安啊，这一楼的感应灯是不是又坏掉了？就在我们俩推来推去的当口，同楼的邻居一个穿着时尚的年轻姑娘走了过来。是吗？你等我这就去看看。李哥边说边把袋子重新推回来，然后在柜子里拿出一个新的灯泡，走了出去。我把水果袋放窗口，正欲离开，视线却扫过之前跟李哥说话的年轻男人。此刻他正透过保安室的窗户，聚精会神地盯着外面。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正好看到李哥和刚才那姑娘在说话，他们看上去似乎很熟，聊得热火朝天的。男人似察觉到我的视线，抬起手又把帽檐压了压，露出来的手腕上纹着些奇奇怪怪的青色线条。啊，现在男人都这么害羞了吗？戴着口罩和帽子还怕被人看到？我好笑地扯了扯嘴角，转身离开了保安室。自这天之后，骗子居然没再来骚扰我，这件事就好像是我生活中的小插曲。不过我和李保安的关系倒是因此变得亲近了很多。然而平静的日子仅仅只过了1周。这天下班回来，发现自己住的那栋楼被小区居民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踮着脚往我住的那个楼道里张望，隐约间还能听到里头的叫嚷声。阿姨，这是怎么了？我好奇地问旁边的阿姨，抓小三呢？阿姨一脸鄙夷。啊！我正呆愣着，前面的人群忽然攒动起来。一个小贱人，看我今天不让你好看！一个凶悍的中年妇女和一个小青年扯着一个年轻女孩的胳膊就要往小区门口走，而我恰好挡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救命！救救我！救救我！被他扯住的女孩泪眼婆娑的呼救，但周围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这女孩怎么瞧着这么眼熟？我正纳闷，李保安从后头赶过来，好言相劝，有话好好说，你们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是，李保安，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你救救我！救救我！女孩就像是抓到了根救命稻草，疯狂地挣扎了起来。小贱人，都被我找上门了，才知道后悔。哼，完了！你当初勾搭我男人的时候，你想什么呢？呸！不要脸的东西！女人拽着女孩继续往大门口走，但就在这个当口，我的手腕被一只手死死地扣住。救救我！我不认识他们，你救救我！女孩红着眼睛，绝望地向我求救。原来是她！我忽然想起来，这不就是那天找李保安修1楼灯泡的女孩吗？救救我！求求你！哼，狐狸精，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装可怜！妇女气呼呼地走过来，伸手就要来掰女孩扣住我的手。那个姐姐，我鬼使神差地出手挡住了妇女。你确定是她？会不会搞错了？哈，找错人！妇女扭头冲人群的一个方向招了招手，来，别躲在人群里，过来跟这位妹妹说说，到底是不是这个小贱人？我顺着她招手的方向看过去，一个畏畏缩缩的男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老婆，别闹了！我闹！妇女暴喝一嗓子，你出轨的时候想过我会闹吗？你跟这个狐狸精在床上你一我浓的时候想过我会闹吗？就是，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姐吗？旁边一起架着女孩的小青年补刀，不是，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女孩颤抖着身子，一边哭一边辩驳，我只是帮那个男人指了个路，话还没说完，这个女人就跳了出来，还抢走了我的手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帮帮我！面对他们的各执一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到底谁说的是真的？不认识！哈哈，行。妇女四下看了看，指着左前方就大吼道：“没错，就是你！你不是这里的保安吗？你过来跟大伙说说，他没看到这个女人跟我老公在一起。”说话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李保安身上。李哥嘴巴嗡动2下，但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李保安，你说句话，我求求你说句话！女孩的声音依然嘶哑。对，你说，看看是我说的对，还是这个小贱人说的对？李保安，到底什么情况啊？就是，你到底见没见过这个女孩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啊？大伙都等着呢，你赶紧给句话吧！李保安此时就是想不说话也不行了。李保安磨叽了好一会儿才堪堪道：“确实是见过他总往这边跑，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男女朋友，没想到。”李保安话一出，人们在看女孩的眼神都变了。女孩哀嚎一声，宛若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死死地盯着李保安。李保安，你不是人，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不是人，你会遭报应的，别装了，自己什么货色自己不知道吗？
咱们这就去警察局，今天这事儿我一定要讨个说法。那男人也走过来扯女的，让他不要这么激动。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那个男人手上的纹身，这纹身很特殊，我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不就是上次在李保安的那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的吗？我瞬间反应了过来，他们都是一伙的。女人看到她老公还维护小三，瞬间暴怒，直接把男人推开了，和年轻小伙扯着女人就往小区门口走。就在女孩的手逐渐从我的手腕上脱离时，我反手紧紧地拉住女孩，你们等会，我已经报警了。就在他们争执的那会，我已经短信报警了。女人哎呦一声，小姑娘不麻烦你了，我们自己把她带去警察局就行。既然我已经报警了，就等着警察来吧。你们该不是怕警察来吧？难道你们是人贩子？因为周边人多，我也不怕激怒他们，只能拖延时间，等着警察到来。警察很快就到了，他们并没有离开。难道那个女孩真的是小三？他们不是坏人吗？就在我思索时，谁报的警？我抬起手，我为了录口供，我也跟着他们上了警车。就在这时，我不经意间瞥见后座一样东西啊，那不是李保安的雨伞吗？我一瞬间整个脑袋都懵了。随着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我们出发了。司机朝我邪魅一笑。